百期详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這個系列做到現在也有將近1年的時間，已經介紹了一大半的紅白機遊戲。關於這個系列後續的更新，我會做些調整。一方面，長期這樣維持強度太大；另一方面，只做這一個類型的內容還是過於單一了。在新的一年，我也想再做一些新的嘗試。後面正常的話，這個系列每周固定的時間更新一期，同時根據情況適當的縮短每期節目的長度。單個遊戲介紹的方式和詳細程度不變，我覺得要把一個遊戲的基本內容講清楚，幾分鐘的時間還是必須的，但會減少每期的遊戲數量，這樣100期肯定是講不完了，得做到100多期。多出來的時間我會做點其他的內容，具體內容目前還在準備當中，敬請期待。下面就進入本期的主題，接着來看1990年3月發布的游戲。魔爱军，这是科乐美发行了一款动作解谜类型的作品，只发行了日版。游戏以科乐美自家宇宙巡航机系列等多个游戏里都出现的经典角色魔爱石像作为主角。之前在科乐美世界里，魔爱石像就作为可操控的角色登场，来到本作更进一步成为了唯一的主角。角色形象做了变形处理，看上去比其他的游戏里形象更为可爱。邪恶的骷髅王活了近3000年，已经年老体衰，只剩一副骨架。为了获得年轻的新身体，他与魔鬼达成协议，绑架了魔爱世界数百名兒童作為祭品。這些兒童被稱為普奇。勇敢的戰士魔愛軍冒險進入骷髏帝國，拯救這些孩子們。遊戲每個關卡都是一個固定的屏幕，關卡裡的目標是救出場景裡所有的小普奇，然後進入大門內前往下一關。方向鍵控制魔愛軍，A 鍵跳躍，B 鍵使用頭錘。頭錘能擊碎某些方塊，或者用來消滅一些敵人。除此之外，還可以利用場景裡的一些物品，像是巨大的石頭或者撿起炸彈來解謎。按住方向鍵推動巨石，可以把它當成跳躍的平台。拿到炸彈後，按方向鍵下加 B 鍵放置炸彈，能摧毀頭錘無法破壞的石頭。遊戲總共有56個關卡，前面的關卡比較簡單，很容易通過。越往後就越需要仔細思考再行動。每關解除謎題的方式基本上是唯一的，或者是幾種相近的方式。如果採取了錯誤的行動，像是錯用了石塊或者是炸彈，就會導致卡住，無法完成關卡。這時只能按選擇鍵放棄重來，要消耗1條生命。碰到敵人掉進坑裡，被墜落物砸到或者時間耗盡等，都會失去生命。每完成一個關卡，能額外的獲得1條生命。這款作品的謎題設計還是不錯的，從易到難線性的難度，上手容易，內容也比較豐富。解謎過程中還需要一些動作元素的跳躍等操作，操控性也沒問題。遊戲的 BGM 選曲有些特別，並不是原創的曲目。奇數和偶數的關卡分別選用了1967年日本搞笑節目的主題曲和1981年的流行歌曲《被偷走的戀人》。整體來看是一部製作精良，但也沒有特別出彩內容的作品。個人評價3顆星。巫術3：鑽石騎士，經典的西方3D 地牢 RPG 系列在紅白機上的第3作。之前在第31期和第49期分別介紹了該系列的1代和2代。在介紹第2部的時候就有提到，相對於電腦原版上的2代和3代，紅白機的移植版2、3兩部的順序和原版相反。所以本作相當於電腦原版的2代，原因是移植時的技術問題和數據的繼承，2代的平衡性需要更多的時間調整，因此較晚登陸紅白機。本作的移植版依然由 ASCII 發布，紅白機版調整後可以新建角色，如果要繼承初代的角色數據，也得使用專用的 Turbo 數據外設。利加敏城依賴格尼爾達法杖的力量抵禦外來邪惡勢力。然而，一個名叫達瓦爾普斯的惡魔從權杖的內部誕生，並偷走了權杖。阿拉比克王子穿上了傳說中鑽石盔甲，擊敗了惡魔，但惡魔的詛咒讓一切被吞噬。冒險者們為了找到傳說中的武器，並取回法杖，再次開始了挑戰。由於前3部作品一脈相承，原版的2代和3代類似於1代的資料片，所以遊戲系統上和前2作完全相同。關於隊伍的構成、職業、善惡這些就不重複介紹了。通過新建或者繼承數據的方式組成6人的隊伍，購買武器裝備，探索地牢。紅白機版在重新調整了平衡性之後，初期階段的戰鬥相比於原版要容易得多。
這一部的地牢分成了6層，和初代不同的是，每一層都要完成探索，因為每層都藏有骑士鑽石盔甲的部件，必須收集所有的部件才能完成遊戏。原版中特定的地點有的需要輸入信息來解謎，但紅白机版只要擁有了關鍵物品就可以直接通過。另外，作為3部曲的終結，這個版本在遊戲的末尾加入了一個原創的隱藏 BOSS， 擁有通關稱號並裝備了傳說的武器套裝，前往特定地點就能開啟隱藏內容。這一作的素質總體來說和前2部相差不大，還略有提高，得益於更好的畫面重置水準以及平衡性調整之後，更適合新手入门。FC 3部曲的移植當年在日本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本作雖然是 FC 上的最後一部，但再往後4代和5代也分別登陸到了 PCE 和超任。超任上還有一個1到3代的3部曲合集，個人評價3顆星。怒3，怒系列的第3作也是最後一部作品，仍然是一個街机的移植版。街机原版是 SNK 1989年發布的，紅白机版本的程序移植由 Micronix 負責，分別由 K Amusement 和 SNK 發布日版和美版。此外還有 MS-DOS 和 C64 平台的2個版本。故事設定比較簡單，日版的設定是某個國家的叛亂組織綁架了候選總統的孩子，由於官方不方便出面解決，該國政府便將任務委托給了拉爾夫和克拉克2人。美版故事略有區別，主角的名字是保羅和文斯。俯視角的显示方式依然可以双人同时游戏，不過这一作当中，拉尔夫的头戴是蓝色的，克拉克是紅色，这个设定与前2作刚好相反。在游戏玩法上，本作的設計更偏向於雙截龍的風格，一開始沒有拿槍械等武器，而是採用了近身肉搏，角色也加入了血條。操作的方式是使用 B 鍵出拳， A 鍵踢腿，同時按下 AB 鍵跳踢，還可以結合方向鍵使用。拳擊造成的傷害最小，但最容易命中；踢腿傷害較大，但較難命中；跳踢的傷害最大，但也最難命中。在水中使用踢腿鍵能將敵人投擲出去。如果拿到道具按 B 鍵使用，紅色的 W 字母是手榴彈，獲得後只有1次使用的機會；藍色的 W 字母是機槍，拿到後有10發子彈；還有紅色的愛心是恢復血量的道具。臉型圖標的道具額外增加1條生命。另外，將油桶扔出去會產生爆炸，有的地方也可以拿起石塊砸向敵人，能造成很大的傷害。總共有6個關卡，關卡末尾都有 BOSS。在面對一些像坦克這類重型機械 BOSS 的時候，角色會自動擁有機槍作為武器。敵方的雜兵出現最多的是穿綠色衣服的士兵，這裡面又分為最普通的士兵，一擊就可以消滅，還有血量更多，拿小刀、扔手雷和用槍的士兵。後面的關卡有藍色和紅色的忍者、噴氣背包的敵人，還有扔回旋鏢的敵人等等。第2關和第3關的 BOSS 都是肉搏戰，第4關是紅白機版獨有的潛水關卡，一個水下射擊的形式。鑽石是這一關裡獨有的分數道具。第5關消滅 BOSS 裝甲列車之後，救出總統的孩子。最後一關，這個小孩會一直跟在身後，直到通關。不過小孩並沒有被攻擊的傷害判定。這一部作品用了更接近雙截龍的玩法，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失敗的策略，丟棄了初代各種武器爽快戰鬥的特色，拳打腳踢的招式也很單一，相比前作遊戲性下降了不少。這一代在操控上做得還算不錯，畫質也有所提升，不過總的來說只能算是缺乏特點的普通遊戲。個人評價2星半。夢幻戰機，這又是一款移植遊戲，原版是艾瑞姆1988年發行的街機版，後來登陸了幾個電腦平台。主機端除了紅白機，還有一個 PCE 的版本。後來街機版還出了續作，續作也登陸了 PCE。遊戲的開發和 R-Type 異形戰機來自同一個團隊，因此在設計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故事設定在公元20XX年，西方月球基地突然發生爆炸，外星人破壞了一座軌道工業設施。月球基地的主計算機也被外星生物侵蝕。為了應對入侵，西方陣營啟動了 OF-1 戴達羅斯計劃，並將完成訓練課程的人員陸續送入了太空。遊戲是縱向飛行射擊的類型 ，B 鍵發射子彈 ，A 鍵切換飛船的速度檔位。畫面下方顯示4個數字，就表示不同的速度檔位，一開始就可用。連續按 A 鍵切換的順序是從1到4，
再從4到1。變更速度時，飛船後方噴射出藍色的火焰，這個火焰接觸敵人也會造成傷害，可以當做一種攻擊的手段。本作的特色是和異形戰機類似的彈倉，有紅色和藍色2種類型。獲得紅色的彈倉後，彈倉發射子彈的方向隨着移動改變，向着移動的反方向射擊。藍色的彈倉只會朝前方發射子彈，最多同時擁有3個彈倉，分別位於左右兩側和飛船的後方。彈倉接觸敵人也會造成傷害，同時按下 AB 鍵能將兩側的彈倉彈出，沿弧線繞行後返回，也是一種攻擊的手段。另外還有不同的武器部件，拿到後獲得新的攻擊方式。安装了武器部件後，除非被破壞，否則不能再拿取新的部件。有斜向發射的 V 字形加农炮，带有追蹤效果的激光炮，穿透效果的激光炮，遇到障礙會發生反彈的反彈球，還有帶追蹤效果的導彈等等，共9種武器部件。關卡數和街机版一樣，總共8關，要完成2輪才算通關。但紅白機版第2輪難度不變，沒有難度遞進。根據劇情設定，前5關是模擬訓練關，每關通過後會顯示一個擊破率，5個關卡的綜合擊破率要在90%以上才算過關。後3個關卡按劇情為真實戰鬥。第6關開始前還有一個出街的過場演出，在第6關開頭武器會被重置。完成第1輪8個關卡後會出現通關的結局，但可以繼續遊戲。第2次通關後結局信息基本一樣，只是多了一個 "end" 的字樣。這款飛行射擊遊戲素質還算不錯，但大部分要歸功於原版有很好的底子。艾瑞姆對於本作的移植策略是盡量還原原版，最有特色的幾個系統都有保留。紅白機版的操控也不錯，但因為機能差距，也有很多劣化明顯的部分。街机原版的難度很高，2周目更是出了名的難，而這個版本整體難度普通，2個周目也沒有區別。為了避免過度拖慢，同屏敵人的數量和子彈都少了很多，而且有不少的时候背景只用了純黑色，略顯單調。BGM 做的比较差，聽得很刺耳。這個時期的街機移植，主機端如果同時有 FC 和 PCE 的版本，大概率還是選 PCE 版更好。FC 版基本上是被碾壓的。個人評價3顆星。假面忍者花丸，這是卡普空出品的一款橫版動作作品，在第48期介紹過南夢宮發行的一款遊戲《瓦強世界》。看過之前節目的朋友不知道是否有印象，這2部作品都是 Now Production 開發的，他們使用了相同的遊戲引擎。假面忍者花丸是本作的日版名，在同年11月發布了一個美版，和日版區別很大，做了徹底的換皮，故事也不一樣了。下面就分開來介紹。日版的故事是年輕的忍者花丸接到了上司的命令，前往名為游樂島的大型遊樂園調查兒童接連失蹤的案件。於是他帶着自己的機械夥伴鷹丸開始了冒險，在橫版的場景裡控制主角 A 鍵跳躍 B 鍵攻擊，攻擊的方式是讓鷹丸飛出去，角色是既死的設定，碰到敌人掉入陷阱或者时间用完都会掛掉。场景裡能看到最多的物品就是卷軸，有2種，小的卷軸增加1點魔法值，魔法值的量表就顯示在畫面的左下方，大卷軸能增加5點，如果擊打大卷軸就会將其打開變成其他的道具，有可能獲得不同的忍术，得到忍术後按方向键下加攻擊键釋放，使用時消耗魔法点数，共有4種忍术，雷之術、大地之術、火鳥之術和速度提升，前3種是不同的屬性攻擊，第4種提升移動力。打開卷轴後也有可能得到奖命，或者是卡普空经典的无敌风车。总共有14个關卡，在奇數關卡的末尾有 BOSS 戰，戰鬥的方式比較特別，通過比較卡牌的點數大小判斷每回合的勝負，輸掉的一方被攻擊損失血量。除了常規的點數卡牌，還有幾種道具牌，有能讓點數翻倍或者是翻3倍的道具，還有防禦的盾牌和回血的飯團。這些道具牌大多隱藏在關卡不同的地點，分別對應了場景裡羅馬數字的2和3，以及紅白2種顏色的感嘆號，收集的越多越有利。關卡的形式除了常規的橫版，還有踩滑板和在空中飛行的關卡，這2類關卡裡都不能攻擊，但踩滑板可以跳起來用輪子撞擊敵人。有幾個關卡還隱藏着打地鼠的小遊戲，在限定的時間內擊打特定的目標獲得分數，不同關卡的打地鼠對應的角色也不同。
後面幾關的 BOSS 是不同的忍者，第14關是最終的 BOSS。再来看看美版，這個版本在本地化的過程中，卡普空與美國的大型披薩銷售商達美樂合作，主角使用了達美樂的吉祥物諾伊德，是一個很醜的兔子形象。遊戲開場是一則新聞簡報，一個名叫綠先生和紅色的諾伊德長得很像的綠色怪物，正帶領一群野獸在紐約市橫衝直撞。市長為了阻止混亂，懸賞巨額的披薩，請求諾伊德幫忙。基本的系統和日版一樣，除了主角，敵方大小角色、背景圖形全部替換，但關卡的形式和結構並沒有改變。BGM 大部分也做了替換。諾伊德的攻擊方式從扔飞鹰變成了扔溜溜球。獲得卷軸補充魔法值也能使用魔法。奇數關卡末尾的 BOSS 戰還是比較卡牌的大小，但獲勝的一方根據勝出的點數吃下對應數量的披薩，將畫面左下方空心的圓圈填滿就算獲勝。打地鼠的小遊戲裡，角色形象也發生了改變，感覺美版的更有喜感一些。最終 BOSS 是綠色的兔子綠先生。這部作品的畫面風格雖然卡通，但整體的難度並不低，主要來自於祭司的設定。兩個版本的畫面水準和音樂都不錯，卡通角色做的都比較大，細節豐富，關卡設計不算太出眾。BOSS 戰的方式遊戲性略有不足，個人評價3顆星。尋寶大進擊，這是一款動作解謎類型的作品，玩法非常經典。最早的原版遊戲是1984年發布在雅達利8位電腦上，由2名加拿大開發者創作，發行方是一家叫做 First Star 的軟件公司。後來在眾多的平台都有移植、重置和續作等各種版本。紅白機的這個版本由 Data East 開發並發行了日版，美版由勝利娛樂發布，歐版由任天堂發布。玩家扮演的主角叫洛克福德，進入遊戲後會呈現一張大地圖，可以選擇主角的服裝顏色。地圖被劃分成了6個不同的主題世界，每個世界又由4個關卡組成，4個關卡的順序任意選擇，全部完成後進入下一個世界。來到關卡內，規則很簡單，在畫面的左上方的倒計時內收集要求數量的鑽石，然後找到出口過關，並不一定要獲得全部的鑽石。主角在洞穴中不停地挖土前進，岩石也可以推動。當岩石或者鑽石等物體下方失去了支撐，會受到重力的影響落下來，如果砸到了主角就會掛掉。一開始的關卡非常簡單，往後的關卡會陸續出現敵人，場景也會更加複雜。一般情況下，鑽石會直接呈現在畫面裡，但有的時候需要達成特定的條件才会出現，像是用掉落的岩石消滅有的敵人會出現鑽石。掉落的岩石如果是砸到了普通的敵人，會在周圍9個方格產生爆炸。這個爆炸除了消滅敵人，還會清除方格內的鑽石和泥土，也能炸開牆壁。後面的關卡很多時候都要利用這種方式炸開牆壁，打開道路。當通過了全部6個世界的關卡後，會看到一段通關畫面，之後會開啟下一個難度級別，6個世界再次打開，難度增加，總共有4個難度級別，每個級別通關後的畫面略微有些區別。對於這種經典玩法的益智解謎類型的作品，遊戲性是沒得說，這個版本的畫面風格還不錯，放在紅白機上很合適。受限於容量，這樣的經典休閒遊戲關卡數量和主題的豐富度，放在現在就不值一提了。本作後來在手機端和 Switch 上都推出了30周年的紀念版，2021年在包括 PC 的各大平台上推出了豪華版，更適合現在來遊玩。個人評價3顆星。魔神英雄傳瓦塔諾外傳，由韦斯顿比特開發，哈德森發行的一款動作角色扮演作品，基於當年熱門的動畫《魔神英雄傳》的第1部改編。動畫片第1部的首播時間是1988到89年，共有45集。本作算是基於動畫的第2款遊戲。第1款遊戲是1988年發布在 PCE 平台的橫版動作類型，當時正是動畫熱播的時期。這作發布的時候，動畫的第2部剛剛開播，也算蹭上了熱度。遊戲雖然是基於動畫改編，但有很多原創的內容，主角也是原創的人物，所以本作的名字裡有一個外傳。在前往創界山第7階層的途中，瓦塔諾和他的夥伴們被道古達送往了另一個被叫做中2階層的世界，從此失散。由於在這個世界當中力量減半，瓦塔諾被俘虜，
留下的龍神丸向一位路過的旅行者，也就是主角請求幫助，於是主角和龍神丸成為了夥伴，並在旅途中遇到了瓦塔努分散在各地的同伴們，借用了他們的魔神之力展開冒險。遊戲的基礎系統大部分也是傳統 RPG 的方式，俯視角的大地圖探索，控制主角在大地圖上移動，這個時候是固定的畫面，移動到畫面的邊緣切換屏幕，進入城鎮後和 NPC 對話獲得信息，購買裝備和道具。本作裡的裝備主要是劍和盾牌，分別增加攻擊力和防禦力，有些装備還有附加的效果，也可以消耗 MP 使用魔法，通過在冒險途中獲得魔法書來學習魔法。有在戰鬥中使用的攻擊類魔法、回復類魔法，還有的魔法在大地圖上使用，用於解謎推進劇情，像是推动大石頭打開道路，這些是必備的技能。常規的戰鬥在地圖上隨機遇敵，切換到戰鬥畫面後是一個橫版的動作形式，這時玩家控制魔神進行戰鬥，方向键左右移動， A 鍵跳躍，B 鍵攻擊，用選擇鍵和開始鍵使用魔法和道具。因為是韦斯顿開發的，所以操作的手感和神奇小子很相似。消灭敌人後出现一個寶箱，打開寶箱獲得經驗值和金錢，有時還能得到裝備和道具。在冒險的旅途中，隨着劇情的推進，遇到原作裡的史巴拉古和西米狗這些同伴角色，除了初始的機體龍神丸，後面還能得到像是戰神丸、幻神丸、龍王丸這些原作中的機體，還有一個遊戲原創的強力魔神雷神丸。這部融合了橫版動作的 RPG 作品，從遊戲本身來看有着不錯的素質，探索的提示和劇情推進都比較友好，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大部分迷宮都不太複雜，橫版的戰鬥是亮點，操控和平衡性都没有太大的問題。結合魔法和道具，敵人的行動模式也有些變化，加上一些 BOSS 戰和有時寶箱裡還能刷出來裝備，反覆的戰鬥並不會感覺無聊，畫面和音樂的水準也不錯。遊戲最大的問題是原作的內容加入做得太為表面化了。雖然原作的同伴角色、反派形象和各種機體都有登場，但裝備了遊戲裡的劍和盾牌，戰鬥用着魔神，使用魔法卻沒有原作的招式，顯得有些割裂。把這些角色做個換皮，遊戲的內容基本上也能成立。個人評價3星半。御龍戰記，這是勝利娛樂發布的一款 RPG 作品，遊戲原名用的是梵文，直接翻譯過來叫輪迴之龍。本作由著名的動畫導演押井守和伊藤和典擔任監修與編劇，兩人曾經參與制作了《機動警察》和《攻殼機動隊》等著名的動畫，音樂擔當川井憲次，角色設計由漫畫家櫻玉吉擔任，制作團隊陣容不俗。94年在超任上發布了續作，01年在 GBA 上發布了1+2的合集。本作的世界觀設定融合了古印度的一些宗教，加上日本的民間傳說，構成了一個奇幻的世界。故事開始於主角偷走了村裡的寶物龍蛋，逃離村莊，希望成為這個世界上備受尊重的馴龍師。然而從蛋裡孵出一隻鴕鳥，主角不知所措，追趕着鴕鳥跑到了一戶老房子前，並接受了住在那裡老人的請求，完成了老人的任務。為了表示感謝，給了主角一枚真正的龍蛋，男孩踏上了成為馴龍師的旅程。遊戲的基礎系統上還是大量借鑑了勇者鬥惡龍，探索方式、各種指令和戰鬥方式都是如此，但從玩法上又和大部分的傳統 RPG 不同，有自己的特點和創意。在和 NPC 角色互動時，按下 A 鍵打開菜單，除了用對話指令交談，還有一個戰鬥指令可以直接開打，獲勝後還可以獲得金錢和物品。戰鬥的界面和勇者鬥惡龍很像，但有一個特殊的是可以賄賂敌人，獻上一件物品以避免戰鬥。主角無法升級，基本的屬性從頭到尾都不會變，只能靠裝備來加強。本作的核心內容就像遊戲名所描述的御龍，前期在一個特殊的迷宮龍之產卵地完成任務之後，從老人那裡獲得龍蛋，經歷過幾場戰鬥，龍蛋中會孵化出幼龍，將幼龍暫時安置在托兒所，在托兒所的指導下狩獵適合幼龍成長的獵物，通過戰鬥獲得物品，然後餵養幼龍。龍擁有勇氣和道德等屬性，這些屬性會根據主角的行為以及餵食的怪物而變化，長大後會呈現不同的狀態。長成之後的龍就能作為同伴跟隨主角一起戰鬥，擊敗敵人，然後餵食能讓龍持續成長。如果像之前提到的隨意和 NPC 戰鬥，或者在戰鬥中賄賂敵人，都會導致龍的屬性下降。
整個的遊戲世界幾乎是完全開放式的，沒有太多線性的故事，一開始就能前往大部分的區域。出現的怪物強度取決於地形，所以在初期也可能遇到強大的敵人。另外，基於設計團隊的構想，要創造一個能體驗日常生活的殘酷、悲傷和庸俗的遊戲世界，有大量與主線劇情無關的角色和台詞，還有一些支線任務、隱藏地標和小遊戲。主角不能升級，也是基於人類不可能那麼快變得強大的真實設定。NPC 也會試圖用劣質的商品欺騙主角，或者在旅館住宿時偷走身上的錢。這款遊戲的開發動機和任天堂的地球冒險有些相似，也是非遊戲專業人士的構想孕育出了遊戲的創意。遊戲的本身有很多有趣的內容，但系統和平衡性還是有缺陷，再加上畢竟是 RPG 的類型，感覺它和地球冒險相比缺少了一個好的主線故事支撐，成色上就差了一些，個人評價3星半。香港，這是德間書店發布在磁碟機上的一款益智類遊戲。在90年這個時期，磁碟機基本算是退出舞台了，除了一些出過卡帶版的遊戲以磁盤的形式重新寫入，已經很少能看到磁碟機上有新作。從90年直到92年12月，最後一款磁碟機遊戲發布的這段時間，新的磁盤遊戲用幾根手指都能數得出來。而在這其中，德間書店發布的作品又佔了大多數。至於為什麼德間書店會在這個時期還在發布磁盤版的遊戲，就要講到該公司旗下的遊戲雜誌 Family Computer Magazine， 簡稱 FamiMaga。 在當時， Famicom 雜誌一直處於銷量領先的地位，算是頭把交椅。為了提升銷量，縮小和 Famicom 的差距， FamiMaga 想了很多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了他們舉辦一項比賽，設立一個 FamiMaga 磁盤獎。該比賽的項目向公眾徵集遊戲的創意，並將優秀作品發布到磁碟機上，這就形成了磁碟機上的 FamiMaga 系列。這個系列共有6款遊戲，其中徵集的優秀創意佔了一半，基本上都是益智休閒的類型。由於 Game Boy 發售後掌機的火爆，適合掌機的益智休閒遊戲迅速地成為了熱門類型。說回到這款遊戲，本作就是獲獎作品，不過這個創意最先發表在 MSX 的雜誌上。關於遊戲的玩法，在第30期曾經介紹過一款遊戲《上海》，本作也是和上海類似的麻將消除。這款遊戲裡只有7種牌，按照東南西北、白板、紅中和發財的順序找對子進行消除。當一張牌的下方沒有支撐的時候，上方的牌會掉落，遊戲結束。所以在找對子的過程中要保持支撐。遊戲裡有10種不同的牌類形狀，選定之後能設置一個3位字母組成的代碼，相當於種子代碼，還可以設置不同的限制時間。在開始消除後，點擊畫面右側的 Hint 獲得提示，點擊 Back 能退回之前的步驟，但只有10次反悔的機會。如果卡關了，按下選擇鍵直接結束遊戲。也可以不玩設定好的牌型，在建造模式裡自己進行布局。雖然也是麻將消除，但這款休閒益智的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並不高，感覺這種玩法的遊戲性有所欠缺，個人評價2顆星。ASCII 職業棒球2，這是 ASCII 職業棒球系列發布在紅白機上的第3部作品，前2部是該系列的1代和1代的新資料片，分別在第37期和42期介紹過。和前作一樣，這是一款策略模擬類的棒球遊戲。玩家並不像其他大多數棒球遊戲那樣控制隊員擊球和投手投球，而是要扮演一名棒球教練，帶領球隊贏得聯賽冠軍。基本系統和玩法相比前作並沒有改變，還是6支預設好的隊伍，根據球隊隊員各項詳細的參數和能力調配陣容，在進攻和防守時分別布置不同的策略應對比賽。當然，球員和球隊的各項數據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平衡性也有所調整，加入了2種類型的球场，人造草皮和天然草皮。不同類型的场地会对比赛表現產生不同的影響。另外，加入了投手的體力參數。本作最大的優化是交互的界面，呈現球員的能力和數據變得更加直觀了，還可以查看聯賽當中其他球隊的數據統計。自己隊伍以外的其他比賽可以設置是否觀看，或者跳過直接呈現結果。雖說這一作在界面上看着確實進步了，但和之前2作一樣，8位機上的這種棒球模擬類型，現在看來可玩的元素還是太少。個人評價2顆星。
競馬必勝學。這款遊戲的全名應該叫錦旗修武郎的競馬必勝學。錦旗修武郎是當時日本賽馬的評論解說員，把他的名字放在這裡為遊戲做宣傳。這是一款單純的賽馬下注的遊戲，沒有養馬的內容，可以查看賽馬的資料，了解每匹馬的習性，獲取信息，然後進行各種類型的投注。遊戲內的選手和馬匹資料使用了當年最新的實名數據。進入遊戲先選擇關東還是關西地區，之後從第1個月開始，總共要經過12個月，每個月都有11場比賽可以參與下注，目標是要在1年結束後賺到盡可能多的錢，根據金額呈現不同的結局。來到主界面之後，按 A 鍵調出操作菜單，用紅色方塊表示不同的指令。第一個字母 T 的方塊是回到主界面，第二個標有漢字出的方塊是查看即將開始比賽的參賽陣容，這裡會顯示8匹馬和騎手的信息。第三個標有漢字新的方塊是查看馬匹的統計數據，有馬匹的詳細信息，還有最近比賽的成績。接下來雨字顯示幾個評論員對於比賽結果的預測，通過三角和圓圈的形狀表示不同的看好或者看衰的程度。下一個指令是賠率表，根據8個參賽的編號，有連勝式的賠率和單體賠率。下一個字母 P 是馬匹的狀態和趨勢，還有質量的評級。金錢符號的圖標表示銀行，來到銀行可以貸款，貸款金額200萬到800萬不等，還可以打聽小道消息，有的信息得付上一小筆錢，不過玩上一會就會發現這些信息大多沒有什麼用。筆記本圖標可以記錄資金的情況，之前比賽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登記自己的備忘。分析完畢後就可以下注了，點擊用手拿着馬券的圖案，可以按連勝式組合下注或者單個下注，自定下注的金額。完成後選擇字母 R 的指令開始比賽，觀看一场驚心動魄的賽事後呈現結果。如果是對於當年競馬感興趣的玩家，這款遊戲的素質應該是相當不錯的，還有真實的馬匹和選手，更有代入感。個人評價3顆星。魍魎戰記摩陀羅，這是科乐美開發和發行的一款漫改 RPG 作品。在之前的大盜五右衛門外傳嘗試了 RPG 的類型之後，科乐美又想通過這款遊戲在這個類型上有所作為。和五右衛門外傳一樣，使用了4兆的大容量卡帶，也加入了額外的 VRC6 芯片。本作原版的同名漫畫作者是大冢英治，發表於角川書店旗下的專業遊戲雜誌《完胜紅白機》，連載時間從87年到90年。遊戲發布時，漫畫還在連載。原作以神話為題材，是一個關於輪迴轉世的故事，圍繞着2個少年摩陀羅和影王，他們生來就背負着光明與黑暗之力。遊戲裡雖然使用了原作的人物，遵循了基本的故事線，但也加入了原創的內容。邪惡的彌勒皇帝建立了金剛國，在這個國度，人類被惡魔統治，彌勒帶着一群惡魔不斷地發動侵略。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一個身體殘缺的嬰兒被一朵蓮花帶到了日修羅村的河岸邊。村子的長老泰羅撿到了孩子，用機械部件重建了他的肢體，並給他取名摩陀羅，將他與自己的孫女麒麟一起撫養長大。15年後，金剛國的魔爪終於伸向了這片土地。摩陀羅為了探尋真身，也開始了命運中的旅程。遊戲的系統在探索時是很傳統的 RPG 形式，但操作和常規的 RPG 設置相反。按 B 鍵和人物對話， A 鍵打開菜單，菜单只有4個選項：魔法、使用道具、查看狀態，還有一個選項是配置戰鬥的策略。戰鬥系統比較有特點，遇敵後會先短暫的出現一個界面顯示敵人的信息，然後進入戰鬥場景。在固定的戰鬥場景內，能看到我方角色和敵人一步步的移動，然後会互相攻擊。這個過程是自動的，無法操作。想要下達指令時，按下 A 鍵，一輪行動結束後出現菜單，可以選擇戰鬥、防禦、停止、逃跑、使用物品和3種類型的法術技能。設定好後按 B 鍵恢復戰鬥，角色會按照設定好的戰鬥、防禦或是逃跑的方針持續行動，直到下次變更指令。也可以在非戰鬥狀態下調出菜單，用作戰指令來切換設置。戰鬥過程中，角色自動尋路，後面也有遠程攻擊的方式。遊戲大致的流程按照漫畫裡的角色，先擊敗王鬼8大將軍，在每次 BOSS 戰開始前，BOSS 的出現都會有一段動畫演出，
對於當時的紅白機來說，效果相當的震撼。之後就是宿命的对決，擊敗自己的兄弟影王和自己的父親弥勒帝。最終 BOSS 是遊戲原創的角色亡鬼女王。在当時制作 RPG 類的作品，遊戲的平衡性好壞是一個能夠衡量作品成熟度和開發團隊相關經驗的重要參考。即便是在那個時期，技術力強如科乐美這樣的公司，在面對自己不熟悉的 RPG 領域，也沒有能解決平衡性的問題。本作儘管做出了很高的畫面水準， BGM 更是突破了 FC 的極限，還有一個獨特的世界觀和漫畫故事的加持，但不合理的數值和技能設計讓平衡性很糟糕，加上高遇敌率和升級需要大量的經驗值，讓遊戲體驗不佳。後來在超任上還出了2代，個人評價3顆星。力量足球，這是德間書店發布的一款足球遊戲。我發现，在紅白機上的足球和籃球這類的體育遊戲，容易成為劣質作品的重災區，特別是對於那些實力不算太強的廠商。這是一個6人制的足球遊戲，可以雙人對戰，只有2支可選的隊伍，除了角色圖形，並沒有能力上的區別。然後可以設置陣型，在這個界面，正如畫面顯示的，陣型只有2種模式，而且是稍微改變一下前後的位置。不知道這樣的設計有什麼意義？比賽開始後，操作的設計也很奇葩，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必鍵都是切換隊員。玩家控制的隊員跑步時，身後會有白色的塵土，不管球在什麼位置，所有的人員切換都是手動控制，包括進攻時傳球。實際上，遊戲裡沒有專門的傳球按鍵，進攻時按 A 鍵就是一個大腳踢球，傳球和射門2合1，防守時按 A 鍵鏟球。鏟球的動作就像是坐滑滑梯。在來到禁区附近的區域時，畫面會放大成特寫鏡頭。如果是我方的防守區域，守門員可以手動控制，不管是隊員還是守门員，大腳踢球時基本上不能控制方向，所以你會看到守門員永遠向一個方向踢。電腦的 AI 也相當的糟糕，經常能看到一些隊員站着一動不動。如果是單人遊戲，要擊敗5個不同的隊伍，但我估計不太會有人玩这個遊戲能夠堅持踢完5場比賽，而且你會發現要擊敗電腦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情。個人評價1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